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8月22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2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222.67， 收盘价是 223.27，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224.65， 最低价是在 218.86。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7007.81 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KD 值，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上，双线是继续上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8月2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止涨信号后的横盘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高开盘，然后下方是在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和5日均线值遇到了支撑，在盘中股价出现了震荡上行，最后收盘价是收在当日 K 线相对高的位置。那当日的这根 K 线，它的上方是在225这个位置是遇到了压力，那最后呢生成了一根蜻蜓线。那蜻蜓线的特征呢是含有长长的下影线，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上方呢有短的上影线。那蜻蜓线通常是变盘的信号 K 线，如果处在高位容易变盘向下，如果处在低位股价容易变盘向上。那么当日的这根蜻蜓线它是在上涨的行进中处于相对高的位置。那么由于这根蜻蜓线它是处于一根止涨信号 K 线的后方，又处在高位，那因此呢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股价出现了下行，收盘价跌破这根蜻蜓线的最低，也就是219，那么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或者开启下行的走势。但是日后如果股价能够站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也就是225，那么股价呢将会继续反弹，尤其是如果反弹之后再能够站上8月20这根 K 线的最高228，也就是这根止涨信号 K 线的最高，如果能够站上它，那么股价呢将会瓦解这个止涨信号，那股价将会继续上行。那么因此呢我们会看到这根蜻蜓线的最高225到228这个区域呢将是股价要上行的一个强压力。因此在8月22日也就是次日，股价开盘的走势将是非常重要。如果是高开高走，股价是容易上行，但如果低开低走呢，股价会出现回档，那么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做头的。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2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上行，收盘价在229，或者是在223，或者是在233附近。那另外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下行，收盘价会在208附近。实际在8月21日收盘价是在223.27，出现了横盘向上。这与我们预测的上行和回档是
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在前一期视讯的2个判断呢都是错误的。好，那么目前股价是高位出现了蜻蜓线，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因此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对于8月2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依然是182。那在到达182之前，目前这根蜻蜓线的最低219，还有这根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209，还有197，也就是8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将会成为股价下行的强支撑。强支撑不代表不能被跌破，强支撑是重要标志。好，那么如果股价跌破了182呢，将会继续出现底底低，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也就是恢复自7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第二个目标就是177，177仅仅是支撑位，那真正下行的目标是168，这是第3个目标。那如果日后股价跌破168，那么我们认为将会彻底瓦解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依然是235。那在到达它之前，目前这根蜻蜓线的最高225到228。也就是这根直涨信号 K 线最高将会成为压力。我们之前说过，就是8月1日这根 K 线实体部分50%，上半部分从223到228，是股价上行的强压力。那我们其实也会看到，这根直涨的信号 K 线最高是在228，这根蜻蜓线的收盘价也是在223，因此这个区域将继续成为股价上行的压力。当然，也不排除股价会继续在这个地方进行横盘。如果不选择向上突破，或者说是向下突破的情况下，也许会在这个位置继续横盘。好，那么这是我们说股价在到达235之前的压力。那235如果能够被站上，将会瓦解自7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么股价将会继续向上。第二个目标是256，这个位置仅仅是压力位，真正上行的目标，也就是第3个目标是271。271如果能够被站上，将会恢复或者叫继续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因为上方一直有头高，下方也一直有底高。好，那么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上行和下行的描述。我们再来看8月22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直涨信号 K 线的最低是在220附近。那在8月21日盘中，我们会看到股价恰巧是在这个地方遇到了支撑，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因此出现股价是收在相对高的位置。那么到了8月22日，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这根蜻蜓线的最高在225附近，我们调整到225。好，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那在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这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同时呢，当日的成交量又是量缩，位置又是在横盘的位置，那因此次日的走势将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在8月22日开盘，如果高开高走，在盘中股价能够在蜻蜓线最高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上行，或者选择向上突破，或至少是横盘。但是如果股价是低开盘，然后在蜻蜓线最高遇到压力而出现反转向下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下行的，也就是会很容易跌破5日均线值。因为5日均线值我们会看到依照这样的一个角度呢，在
8月22日，我们测算是在220。对，到223附近是在这个区域。如果股价在盘中一直是在它的在225下方运行，我们认为收盘价是很容易跌破5日均线值的。那在盘中如果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运行呢，那我们认为很可能会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说明就是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对，那说明多头力量不足，那股价是很容易收低的。一旦股价收低，跌破蜻蜓线的最低，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做头的。所以我们说，在8月22日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225这个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分别是在8月13日收盘价208%，5%进场；在8月15日10%，是加仓。那么这15%仓位的成本价是在212附近。那之后的几根 K 线我们都没有给出加仓的建议。那在最后一次我们给的止损位是在211这个位置，然后还有就是205。那么到了8月21日，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是在223.27，并没有跌破这个止损位然后呢，对，是出现了横盘。那么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呢，是休息的 K 线，成交量是量缩，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是在技术上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那因此这个仓位如果没有在盘中获利出场，它仍然是持有的。那到了8月22日，这个仓位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我们要从211提升到213。213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这个附近。然后我们再给出一个止损位，仍然可以守205。也就是守205会风险会更大一些。所以这是我们给出的在8月22日的止损位。那获利的位置呢，我们认为成本价是在212，那么目前股价只要在成本价上方都是可以获利出场的。好，这是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是225到228，还有上方的235。他们的目标现在就是要跌破这条趋势线209，还有下方的197，也就是这根突破横盘之后向上突破这根 K 线的最低。好，这是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8月2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这根直涨信号 K 线的最高是228，第二个压力位是232到235，第三个压力位是这个缺口的中线240。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20到223。我们把它和这根蜻蜓线的最低合并，是从219一直到223，这是第一个支撑区间。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它们的范围是在212到213。第三个支撑是这条趋势线209，第四个支撑是205。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8月2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向上突破，也就是会继续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甚至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22，上方最高会到达230。收盘价会收在226附近，但是如果最高价能够到达233，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在230附近。
那出现这样继续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2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涨。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下行，如果出现下行，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22。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12，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15附近。出现这样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2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8月2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